在俄乌战争中，无人机和无人快艇作为重要的不对称战力，展现了巨大的作战价值。由于无人机成本低廉且能够大规模使用，单靠防空导弹拦截显得不划算，导弹成本高昂且库存容易耗尽，因此防空快炮重新引起了重视。同时，中低功率的车载激光炮也因其低成本和几乎无限发射的特点，成为关注焦点。台湾加速了车载激光炮的研发，专注于开发50千瓦功率的车载型激光炮，以应对未来无处不在的无人机威胁。中山科学研究院去年已经完成了小功率车载激光炮的科研任务，今年又实现了技术突破，成功研制出可用于实战的50千瓦级车载激光炮，并预计在今年进入实测阶段。50千瓦功率的激光武器足以有效应对自杀式无人机和低速飞行器等空中威胁。中山科学研究院通过雷户专案的科研案，推进激光武器研发，去年完成了第1阶段的小功率测试，现阶段正在进行第2阶段50千瓦激光武器的研发，并将其安装在云豹8轮装甲车上进行系统测试。台湾高层人士透露，雷户专案能够如此迅速取得技术突破，关键在于某友好国家提供了技术支持，使台湾在短时间内从小功率跃升至具备实战能力的中功率激光武器。据环宇哥猜测这一友好国家极有可能是美国。据了解，在2019年10月初于美国马里兰州埃利克特市举行的美台工业研讨会的私下会议上，台湾官员听取了雷神公司关于高能激光武器系统的简报。这些激光武器能够击落无人机，但美国并没有出口这种武器的计划，仅仅是让台湾了解激光武器系统的最新发展情况。由于美军对激光武器的研发和使用保持高度保密，台湾在长期向美方表达需求后，终于在2022年获得了实地观摩的机会。在2023年底，台湾宪兵指挥部派员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测试场，实地考察了美国陆军的50千瓦级短程防护系统，并观摩了针对迫击炮弹和小型无人机的激光射击测试。自2019年美台工业研讨会以来，台湾不仅继续争取从美国获得激光武器系统，还指示中山科学研究院自行研发相关技术。2020年，台湾启动了雷户专案，为研发激光武器系统编列了9亿3660万新台币的预算。中山科学研究院在雷射武器的研发上曾停留在基础阶段，尽管曾尝试从欧洲国家获取技术转让，但由于雷射武器被列为最高管制等级，各国均未同意出口，因此中山科学研究院只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研发。虽然初期只能实现小功率激光武器，与国防部的要求还有差距，不过最近中山科学研究院可能获得了美国的技术指导，使得其雷射武器研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功制造出了50千瓦级别的激光炮样品。高能激光武器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每次发射仅需几美元，并且能够持续发射，不受弹药供应的限制。在俄乌战争中，大量无人机和对地攻击导弹的出现，使得防空导弹消耗迅速，而导弹生产速度却远远赶不上消耗速度。此外，面对饱和攻击时，也常常出现导弹用尽无法及时补充的问题。相比之下，只要电源供应稳定，激光武器可以持续发射，没有弹药不足的困扰。在应对哈马斯的突然袭击时，以色列出动了最新研发的铁树激光防空系统。这一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开发，旨在以极低的成本保护以色列免受火箭弹和导弹的攻击。铁树系统于2014年2月在新加坡航空展首次亮相，能够拦截2公里范围内的目标，最远有效距离可达2公里，属于短程防空武器。尽管最初计划于2025年正式服役，但由于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铁树系统的部署被提前了。目前，以色列在火箭弹和导弹防御方面仍主要依赖传统的动能拦截器，如铁穹、爱国者和大卫投射等系统。虽然这些系统效果显著，但每套系统只能携带有限数量的拦截弹。铁穹系统相对便宜，但每发拦截弹的成本仍需5万美元，而且生产速度有限。2023年10月10日，以哈战争刚开始3天，以色列急需铁穹拦截弹，向美国请求支援。这表明铁穹弹药库存可能告急。美国迅速提供了300多枚库存弹药支援以色列。尽管防空导弹有其局限性，激光武器还处于不断发展中，因此铁树系统尚不能完全替代铁穹，而是作为其补充。除了以色列外，美国陆军也在推进激光武器的部署计划。
2023年，美国陆军接收了4套50千瓦定向能量机动短程防护系统原型，并在油马试验场进行了测试。该系统以史崔克装甲车为底盘，配备先进感测器，旨在对抗空中和地面威胁。在测试中，激光武器成功摧毁了多架无人机。然而，美国陆军仍面临一些挑战，特别是在应对火箭弹、炮弹和迫击炮弹方面。因此，这款50千瓦激光炮的部署时间被推迟至2025年。英国国防部在今年1月宣布，其研发中的龙火激光武器已成功完成了首次空中目标拦截测试。如果后续测试顺利进行，预计该系统将在5年内正式服役。龙火系统的发射功率为50千瓦，能够同时追踪和精确定位空中目标。英国国防部计划在实战环境中进一步测试龙火系统的能力，包括拦截炮弹、导弹和无人机。未来可能将其部署到乌克兰战场进行实战测试。此外，欧洲跨国导弹制造商 MBDA 的德国子公司与莱茵金属公司联合开发的激光武器系统，已经被整合到德国海军的萨克森号巡防舰上。2023年9月，该系统顺利完成了海上实验的第1阶段。尽管激光武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迅速发展，一些国家仍然将传统的防空快炮与先进的雷达、电光感测器和射控系统相结合，发展出高效的反无人机系统。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例如，德国猎豹自行高炮自1976年开始服役，在冷战期间并未引起太大关注，但在退役后却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德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30辆退役的猎豹自行高炮。2023年，美国也采购了60辆猎豹，经过翻修后再送给乌克兰。实战表猎豹的搜索雷达能在16公里的距离侦测到俄军的见证者136无人机，一旦无人机进入射程，猎豹发射6-10发炮弹即可将其击落。猎豹在对付自杀式无人机方面表现出色，且炮弹的成本远低于防空导弹，这不仅降低了拦截无人机的费用，还使乌克兰能够将防空导弹用于拦截俄军的巡航导弹和战斗机。为了对付速度较慢的小型空中目标，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还推出了天空游侠和天网机动防空系统。以天空游侠为例，该系统安装在8×8装甲车底盘上，配备了30毫米防空快炮，实际射速高达10001，200发每分钟，打击范围为3000米，能够有效应对无人机和巡飞弹。天空游侠使用 IHAD 可编程弹药，内含200克重的160颗钨合金弹丸。通过火炮炮口的线圈测量每发炮弹的初始速度，并精确设定爆炸时间。当炮弹飞到预定时间时，弹药会起爆，形成高密度弹幕，提高命中率，最终击毁目标。莱茵金属公司还获得了向乌克兰提供2套天网防空系统的合同。该系统配备了35毫米快炮，并整合了 XTA2 型3D 搜索雷达和电光探测系统。距有效射程在3500至5000米之间，天网系统可以使用 IHAD 可编程弹药，适用于打击无人机、巡飞弹、巡航导弹以及迫击炮弹等空中威胁。目前，台湾拥有的天兵防空系统只包括35毫米快炮，且数量仅为50门。由于系统数量少且整体技术已经过时，急需更新。德国的经验在这方面或许值得借鉴。虽然在无人机防御领域，防空导弹、快炮到激光武器等技术各具特点，并且拦截效果显著，但面对无人快艇的问题，目前似乎还没有特别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2月14日，俄罗斯的凯撒库尼科夫号大型登陆舰被乌军的无人快艇击沉，舰上拍摄的视角视频显示，水兵尝试用舰上的武器拦截无人艇，但最终未能成功。根据俄方的说法，一艘无人艇击中了舰尾，使得凯撒库尼科夫号失去动力。随后，其他无人艇集中攻击舰船的左舷和舰尾区域。从许多国家海军的演习视频来看，在摇晃的船舰上击中海面固定目标已经很困难，更别提击中灵活机动的无人快艇。尤其是在夜间进攻时，人力操作的武器几乎无法有效瞄准和射击。现有的近防防空系统主要针对空中目标，对于海面上的无人小艇效果并不理想。尽管俄军的军舰上配备了 AK-630近防系统，但面对乌克兰的无人艇也未能有效拦截，最终还得依靠士兵用轻武器进行拦截。尽管黑海区域相对风平浪静，便于无人小艇活动，
而台湾周边海域经常风高浪急，不利于无人小艇的操作，但还是需要提前准备。如何在全天候条件下有效防御无人小艇，将是未来海军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好了，这件事情竟然引起了气象专家的注意。更有趣的是，一个军事迷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时刻。当时有预警机和电子侦察机紧紧跟随着一架军用飞机。这位军事迷发现，在西南空域飞行的所有飞行器信号都受到了长达20分钟的干扰。当运8电子侦察机出现时，15架飞机的信号解码全部混乱，这显然是被干扰所致。在2001年10月31日，一架 C-130H7 电子侦察机飞往台中水南机场进行例行周检。恰好那天，空军第2后勤指挥部在水南机场举办了亲友活动。为了这次活动，二指部特别拆除了这架电子侦察机的信号接收器，并将其编号1351改为1301，然后将其拖到一个大屏幕前进行展示。然而，他们在变更飞机序号时犯了一个小错误，没有将序号同步更改为1301对应的850013，而是保留了原序号1351对应的900176。到场的航空迷们发现后非常兴奋，并拍下了这架 C-130H 电子侦察机的珍贵照片。此外，台湾空军最近宣布，服役已达40年的 C-130运输机将在未来数年至2030年期间进行升级，预计费用将超过100亿元新台币。升级项目包括整合座舱界面、增强安全系统、提升海上搜救能力以及全球精准定位等，旨在提高飞行安全和作战效能。正如大家刚刚看到的，电子战飞机确实具有强大的能力。被台湾军迷称为法老王的 C-130HE 电子战飞机拥有一种神秘的武器，能够让多架普通飞机或战斗机瞬间失去通信和雷达探测能力。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揭开这架法老王电子设备的秘密。C-130HA 电子战飞机也被称为监听飞机，是台湾空军目前在役的唯一一款电子战飞机。这款飞机由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研发，并赋予了独特的编号1351。现在，它归属于台湾空军第439联队的第20大队第6中队。C-130H1 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方的雷达系统、电子制导系统以及通信设备进行电子侦察、干扰和攻击，以暂时瘫痪敌方的空防系统，为本方飞机提供掩护，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完成攻击和摧毁任务。在现代战争的舞台上，电子战飞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重要性甚至可以与传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相提并论。随着电子雷达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战飞机的地位正在逐步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我们追溯电子战飞机的历史沿革时，会发现其起源可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末。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变革，众多新兴技术开始被广泛应用于战场，其中电子雷达技术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为了应对这一新兴威胁，各国纷纷投入电子战的研究，开发出了一系列干扰设备、电子告警器和消极干扰物。这些设备最初被安装在轰炸机上，或通过轰炸机进行投放，从而催生了最初的电子战飞机。直到上世纪50年代，美国推出了 EB-66飞机，这标志着电子战飞机真正作为一种新型武器装备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多次冲突中，电子战飞机都大放异彩，成为了现代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现代的电子战飞机大多是在攻击机、运输机、轰炸机、战斗机或客机等机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装而成的，而 C-130H 电子战飞机则是基于台湾的 C-130运输机改进而来的一款典型代表。这款飞机在外观和基本功能上保持了与 C-130运输机的一致性，但同时又具备了强大的电子战能力。1995年 ，C-130H 电子战飞机完成了系统整合与飞行测试，并成功通过了台湾空军的作战测试评估，随后正式加入台湾空军服役。然而 ，C-130H 电子战飞机似乎一直都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所笼罩，关于它的资料和公开亮相的次数都极为有限，这更加凸显了其神秘感和特殊性。在2006年，台湾 C-130HA 电子战飞机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并立即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次亮相的背景是，台湾空军为了应对空中电子干扰的挑战，
启动了名为“天蝎星”的地空通讯反制计划。在此次行动中，C-130HA 电子战飞机充当了假想敌的角色，利用其先进的电子战能力，对台湾花莲雷达站进行了初期的作战评估测试。它成功地实施了电子干扰，切断了地面雷达与空中战斗机以及强网指挥系统之间的通讯联系。这次测试的结果在几天后才被媒体陆续报道出来，但报道的内容相对较为简略。C-130H1 电子战飞机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卓越的干扰能力和远距离操作范围，能够在距离目标区域120公里外有效干扰通讯设备，既保证了干扰效果，又确保了飞机的安全，实现了双重效益。这款飞机具备强大的干扰功率和宽广的频率覆盖，能够同时捕捉并压制敌方无线电指挥通信和导航设备的信号。从规格上看，C-130H1 电子战飞机拥有长达29.8米的机身、44米的翼展以及162平方米的机翼面积，显得尤为壮观。其空重为34400公斤，而最大起飞重量则高达70300公斤。在人员配置上，C-130H1 能够搭载12名机组人员。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系统均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该飞机采用了先进的综合电子战系统，能够将多个不同种类和频段的作战平台整合为一个功能全面且通用的电子作战系统。在动力方面，C-130H1 配备了4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可达592公里每小时，飞行高度为6000米，其燃油储量也相当可观，总储量为36028公升，其中机内储量为25549公升。外部油箱储量为10479公升，无需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C-130H1 的最大航程可达3800公里，其起飞、滑跑距离也较短，空载时为425米，满载时则为1093米，且具备在未铺设的跑道上起降的能力。此外 ，C-130H1 还装备了一系列高端电子设备，包括 NALQ62 侦察告警系统、STASM 干扰系统。NAQ15 红外侦察系统和 N52塔康导航系统。在雷达方面，它配备了 NAQ122 多功能雷达和 NAPN147 多普勒雷达。这些先进装备共同铸就了 C-130H1 电子战飞机在现代战争中的关键地位。C-130系列飞机并非仅限于 C-130H1 电子战飞机这一改装型号，实际上，该系列涵盖了多个功能各异的变种。如 HC-130 战场搜索与救援机、KC-130 空中加油机以及 WC-130 气象侦察机等。其中 HC-130 型救援运输机被美国海岸警卫队广泛使用。自上世纪60年代首飞以来，它已成为一款多功能的军用运输机，尤其在海上搜救方面表现出色。此外 HC-130 还具备空中物资投放和空中加油等多种能力。然而，当提及 C-130 系列飞机时，人们最为熟悉的还是其原型 C-130 运输机。这款运输机堪称设计最为成功、使用时间最长、服役范围最广的运输机之一。C-130 运输机的诞生背景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当时由于苏联的行动，西柏林被封锁长达1年之久。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球对战略空运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随后，美国启动了新型运输机的招标计划，并提出了一系列严苛的要求，包括能够运送大量步兵或全副武装的伞兵，续航力需达到1980公里以上，并且必须能够运载包括大部分装甲车辆、火炮卡车或大型负载内的重型装备，载重至少为13608公斤。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美国多家公司投入到了原型机的设计与制造中，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推出的 R206 原型机尤为突出。美国空军对这款原型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最终选择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中标方。随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迅速推进了试飞等后续工作，并在1945年8月23日成功完成了 R206 原型机的首次正式飞行。在首飞测试中， R206 原型机的表现超出了预期，赢得了美国空军的高度赞誉，从而奠定了 C-130 运输机在军用运输领域的里程碑地位。在1953至1954年间，美国空军订购了总计27架 C-130 运输机，
这标志着该型号飞机正式迈入批量生产和军事应用的新纪元。C-130运输机的设计理念中融入了众多创新元素，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其独特的货舱门设计。这种上下分体式开启方式不仅使飞机能在空中开启舱门，而且当舱门在空中放下时，能转化为一个出色的货物空投平台，尤其适用于执行越地平拉空投任务。此外，在地面操作时，这种设计同样能作为一个高效的中斜坡道使用。C-130的货舱内部空间宽敞，长度达到12、19米，高度为2、74米，宽度则有3、12米。在进行物资空投时，飞机只需低空飞行，打开后舱门，并通过一个专用钩子将货盘与货物相连。当这个钩子与地面空投场的钢索相啮合时，货物便能顺利地从后舱门拖出。这种独特的舱门设计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物流效率，还是飞机整体气密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自1956年12月9日首批 C-130飞机交付美国空军以来，它们迅速被部署到阿德莫尔空军基地，成为第463战术空运联队的重要战斗力。而台湾则在1984年6月18日首次引进了 C-130H 型号，共购入了12架。随后在1992年和1993年又分别增购了8架和1架。至于台湾的 C-130HA 电子战飞机，在1995年完成了系统整合与飞行测试后，正式成为了台湾空军中的精锐力量。关于 C-130HA 电子战飞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性能排名，以及与其他同类电子战飞机的对比，一直是备受瞩目的焦点。然而，每个人对于最强电子战飞机的看法各不相同。那么，你心中的最强电子战飞机是哪一款呢？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